我进来了。走了？怎么连再见都不说一句？一点家教都没有。不要让我再看到他，看我怎么教育他。十一表姐居然有这么感性的一面，仪容仪表都不在乎了。女人需要的是陪伴，而不是千言万语的安慰。十一表姐，我理解。啊？你不会是因为这个面拉鼓的吧？那不然呢？我还以为你是因为秦明的事在难过呢。你有病吧？我因为那个没义气的人哭什么呀？他还不如这碗面呢。就是啊，那个不讲义气的家伙，说走就走的。他这个人啊，虽然有点才华，也有点能力，但人品太差了。对于这样的人，我们就应该在记忆里给他画一个叉，彻底忘掉他。说实话，我也挺生气的，但就是忘不掉啊，就感觉刻在我心里头去了。咦，哎，如果他在的话，我跟他这个组合，那岂不是天下无敌？哎，李贝发来的链接。我是丽丽主播，没认出来啊？给你看，这是我烧好的炭盆，我的窗也是封好的，还有门也封上了。哎，这是直播，你们赶紧找到这女孩在哪儿，赶紧赶过去，不然很容易出事儿。快呀！好。我的人生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，活着是一件很累的事情。我永远没有办法改变他对我的看法，他也不愿意给我第二次机会。没有人能救我，可能只有我死了，才能得到真的快乐吧。快把窗户打开，回门拿走！说说这位主播的情况。弹幕里面有爆料人爆料说，直播中的这个女孩子有可能被自己的父亲性侵过。你是谁？不要说了，不要说了！这明显就是在带节奏。但这个人知道主播姓刘，就说明他们可能认识。对呀，而且这个主播他自己也回复了，说你怎么知道我姓什么？这反而加重了爆料人爆料的可信度，才引发了各位网友的猜测。我觉得吧，这个小马甲就是落井下石，居心不良。这个人我们在查。阿法医，现场情况如何？从自杀的角度上来说，他确实是不太专业。作秀？不，
一氧化碳与血红蛋白的结合是氧气的50倍。烧炭自杀的痛苦是在于吸入的氧气无法与血红蛋白结合，导致无法运输到各个脏器，从而出现内窒息。临死前呢，会非常痛苦。即便死不了，严重中毒者也会因为进入高压氧舱后而形成的脑部缺氧丧失意志。所以即使死不了，也要活受罪呗。和缺氧的后遗症类似，主要是器官衰竭还有心脏损伤。不过呀，他确实是挺不专业的，但他确实也是一心求死，好在解救的比较及时。秦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是过来报道的。别开玩笑了，我们哪来的编制啊？你要舍不得我们，就直说，又不会笑话你。没想到是你来报道啊！来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本来啊，我想等人齐了再宣布这件事情。既然你们都到了，庞然同志，立正。秦明，你也立正。鉴于我市法医中心在巨人关恶性杀人案件侦破当中的优异表现，经省厅领导批示，以我市法医中心为主体，合并周边3个县市级法医中心的工作，组成一个联合法医中心。当然了，人员和设备上都会有相应的扩充哦。那这么说的话，我们就有钱买新设备了。哎呀，这个经费方面嘛，那还是比较紧张的。但是省厅的领导给我透露了，有可能啊会淘汰一批旧设备来补充给我们。那也行。那他怎么回事啊？不跟你说了吗？人员会有扩充。早就说呀，可能要来一个高材生，没想到会是你呀。听说你还是主动申请的，看来我这个领导还是有个人魅力的呀。行了，那快坐下吧。说吧，为什么回来？人家刚报道，就问东问西的，没吃饭呢吧？来，见者有份，来吧。我吃过了，主任，谢谢。干嘛呀？别那么客气，都是自己人了。我来代表组织奖励你。我从来不吃蟹子。为什么不吃蟹子啊？你海鲜过敏吗？蟹子并不是蟹软，还包括蟹黄和蟹酱。蟹黄呢，其实就是母螃蟹的卵巢，还有消化腺。你看这个上面金色的小颗粒，其实就是母螃蟹的生殖器经过洗涤、晒干之后而形成的衍生品。我都这么说了，难道你不觉得难以下咽吗？不会啊，那又怎么样呢？主任，哎，林涛，来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哎，你小子怎么也在？哎，算了，我先讲正事儿吧。这个叫黑森林的公众号真的太恶心了，把一个女孩的自杀写得乱七八糟。那给你们看。给我看。这黑森林太蹭热度了，这阅读量都已经上万了，你看看。关键是啊，为什么我们来背锅？我们又不是没有拼命的吵。李队啊，已经查清了这个女孩的身份。这个女孩叫刘丽丽，今年19岁。你刚才看的这则新闻已经上了咱们龙帆市的热搜第1名了，影响非常的恶劣。局里边领导都有指示了啊，让咱们重视起来。但我真的很好奇，这刘丽丽到底经历什么了？刘丽丽身上有伤，李队说呀，她极有可能受到过暴力侵害。这样，你们2个带着刘丽丽到医院做个司法鉴定。秦明，你休息2天吧。他不行，他是我的人。哎，等等，主任，他正式归队了？对啊。那愣着干啥呀？赶紧工作去！哎，走！哎，主任走了啊！哎，然后我们上班了。走，走了啊！上班啊！来，正在给你安排住处啊，你在安人家先借住一阵儿。哎呦，不错，还给我剩了2块。哎呀，我这个老婆就给我做这么脏的东西。
味道还不错。幸亏救治及时，没有对你的身体造成太大的影响。医生也说过了，你再躺一会儿就可以回家了。你家人来接你了吗？我没让他们来。他们知道你发生了什么吗？应该不知道吧？我不清楚。因钝性外力作用至颈部，双上肢软组织搓擦伤，面积为22平方厘米。丽丽，你这些已经构成轻微伤了，你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弄的吗？自己摔的。那手腕上的割痕呢？小时候弄的。丽丽，你方不方便告诉我们，你为什么要做这么极端的事情？这是我的电话，如果你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，或者是需要我们帮忙的，你随时打电话给我。回局里。那我们先走了。谢谢。自杀通常是比较私人化、隐蔽化的行为，可刘丽丽选择用直播自杀这样极端的形式来宣告天下，她仿佛是想要某些人或者某个人看到她的死，这带着某种警示或者报复感。他好像是在对屏幕后面的人说：“看吧，是你们害死了我。”没错，但你别忘了她身上的伤，她肯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。哎，如果他父亲真的存在性侵行为，那这一切全说得通啊！又乱拍脑门说话。行，来，我给你们看一下啊，刘丽丽父亲刘斌的案宗：故意伤人罪，刑期7年，看来是致他人重伤了。刘斌3年前刑满释放，今年刘丽丽19岁，也就是说，刘丽丽10岁到16岁这个成长关键期，刘斌是缺席的。有一个坐过牢的父亲，对于一个正值青春期的少女来说，确实会留下一些心理阴影。那如果这个女孩的生活再有不顺，或者是她父亲对她做一些不太好的事情的话，那她确实会走向极端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刘丽丽的身上为什么会有那些伤？还有她为什么选择直播自杀？还有那个小马甲的地址，用户你有查到吗？信管部门正在查，预计明天就能锁定此人的真实身份。哎呀，也不知道李队那边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。有。刘丽丽直播自杀，学校闹得沸沸扬扬的。学校领导找到我们，反映了一个情况：半年前，刘丽丽出了一件事情。刘丽丽向校医求救，她的阴道在大量的流血，从凌晨开始，2个小时她就浸湿了7到8块卫生巾，还因为失血过多，她就出现了头晕、心悸等迹象。校医把刘丽丽送去医院，经医生查验，刘丽丽的阴道右侧壁有一块深0.5、长2厘米的撕裂。阴道撕裂，幸亏就医及时，做了手术，才控制住出血的情况。刘丽丽呢是希望校方不要将这件事情告诉她的父母，校方也是觉得刘丽丽可能有所隐情，但最终校方还是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她的母亲陈平。阴道撕裂常见于性生活姿势不当或者用力过猛。校医也是这么说的。据校方了解，刘丽丽在学校的时候并没有谈恋爱，她的母亲也说刘丽丽没有男朋友，但只有刘丽丽一个人闭口不谈这件事情，而且她的情绪日渐低落。没有恋人却阴道撕裂，对此还闭口不谈，半年之后又直播自杀，她的种种行为确实很像遭受强暴后的受害者反应。还有更可疑的呢，陈平要求校方加大对他女儿的保护，阻止刘斌见到刘丽丽。他好像很担心刘斌接触到自己的女儿。妻子阻止丈夫接近女儿，我总感觉啊，这受父性侵越来越真了。校方也是这么怀疑的，所以才会联系我们嘛。
先去刘丽丽家吧。校长呢，已经把诊断书给我了。我但愿校方的猜测是错的。我也想去看看这一家三口会怎么说。金法医，这案子呢该查查，饭也该吃吃。今晚我给你做东，给你办个接风宴啊。怪不得不吃欢送饭，原来是要吃接风宴。哎，这市里条明明更好，干嘛非得留在我们镇上？下基层锻炼。这理由找的冠冕堂皇，倒不如说是因为我们家乡风景秀丽。这里的风景确实是挺不错的，但我喜欢这儿是因为一个人。林涛，哎，把这车里的空调温度往下调一调，你看看把安然给热的脸都红了。好嘞。我在想案子。这个受缚案啊，如果是真的，必须要马上行动。刘丽丽她很有可能再走上绝路，对吧？必须要查清楚。来了，谁呀？你们是？刑警队林涛，溜冰队吧？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，需要您配合一下。找我啊？行，进来吧。来，请进。要不要给你们倒点水啊？不用了，您坐吧。刘丽丽现在正在医院休养，经过伤情鉴定，我们发现她身上有多处人为造成的轻微伤，所以我们判断她在出事前被人暴力对待过。哎呀，我确实是没控制好自己情绪，但是我是真不让她走，她非得自己走，你说这不找事儿吗？但她已经成年了。啊，您不觉得您的教育方式有些过激了吗？过激？现在哪个父母不是对自己孩子恨铁不成钢啊？这一切全怪他母亲陈平，孩子有今天就怪他。我应该守在家里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逃走。逃走？如果我不走，我就会被他打死了。这些年孩子，你说跟他学了些什么？一点好都没学，一提他我就生气。不对，哎呦，哎呀，硝酸甘油，你有心脏病，老毛病了。你先平静一下，不着急，慢慢说。刘丽丽这个孩子吧，从小就非常聪明，我呢就觉得她是个苗子，就想把她送到清北大学，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。等我从监狱出来以后啊，我就把所有的精力放在这孩子身上。拿到入学通知书那天，那是我最开心的一天。我要把它裱起来，挂在咱们家墙上，让所有到咱们家的人都看到我和你妈这几年没白努力。我们学校啊，确实没有刘丽丽这个学生。您再帮我查最后一遍。对，刘丽丽，美丽的丽。你就是再让我查6遍，也确实没有刘丽丽这个学生。请你不要打扰我的工作了啊，您先请回吧。哎呀，结果到学校一看，谎话连篇，没一句真的。你说我这白天黑夜的开出租车攒钱，不就是为了她吗？全都是因为家里边有个败家的女人。一会儿丽丽回来，你有话跟她好好说，啊。这事儿你管不了，啊。你们怎么突然叫我回来？
清北大学我去过了。你去那儿干嘛？我不是说了不要去打扰我学习吗？你还撒谎是不是？哎呀，你有话还撒谎是不是？你不要动手！起来！清北大学就根本没有你这个人，你说怎么回事？我没考上清北大学，录取通知书是我伪造的，我怕你打我。那你高考中学考多少分？你现在问这个有什么用？你闭嘴！我数学考砸了，总分加起来只能上龙华市的职业技工学校。我这2年是在那读的书。丽丽啊，那个学校连个本科都不是吧？我知道，我都说了我考砸了，我不是故意，我知道错啊。我问你，我这张脸往哪儿放？我这张脸往哪儿放？别动手，我求你了！你起来！这个陈平啊，一点好事没帮，把孩子带成今天这个样子。我一个女人，赚钱养家，还带个孩子，我没什么本事，能把他好好养大已经很不容易。要不是刘冰坐牢，孩子也不会变成那样。外面那些闲言碎语，连我都受不了，孩子更是抬不起头来。好不容易等他出来了，他不但没有好好补偿我们母女，反而是对我们严加控制。他把对丽丽所有的失望都怪在我身上，没事就对我劝教想家。真的，我要是不走，早晚会被他打死的。你走的时候，考虑过你女儿吗？如果我把丽丽带走，就算是天涯海角，他也会把我们追回来的。那样反而会害了丽丽。我是想他看不见我，或许就能平静下来。可谁知道他会做出那种事情。丽丽有男朋友吗？她敢？你是说那个搞摇滚那个是吗？大概半年前吧。丽丽学校的校医把她送到医院，医生诊断她是因为性生活不当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身体损伤。之前您知道吗？我就说吧，就不能跟这群玩，早晚要出事儿。二位警官，你们告诉我，是不是他们干的？要是他们干的，我这辈子饶不了他们。这个报告我知道，我问过丽丽，但是她什么都不肯跟我说，所以我想，网上那些评论也不是乱说的。什么意思呢？我离开刘冰，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。半年前，就在丽丽看病前不久，我跟她说过很多次，女儿大了，要跟女儿保持距离。可是，她说，无论丽丽多大，都是她刘冰的女儿。再到后来，那天是丽丽发烧39度多。让他上医院，这孩子不去。我拿酒精给他擦后背，给他降温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他给他洗内裤，还闻来闻去。说我闻他内衣，那是那天我给他洗衣服，我发现上面有烟味儿，我怕跟不三不四人再混在一块儿学坏了。您女儿都多大了？您不觉得这样很奇怪吗？哎呀，那我就说一句你们两位不爱听的话了。一看你们就没当过父母，那孩子从小到大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，啥没见过，他就80、90了，我不也是他爸吗？您再往后滑，看看那些评论，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哦，那是有一次在车里，他穿了一个超短裙，我说这样不好，我指着腿说的，我怎么可能摸他腿去呢？一派胡言都是。后来丽丽爱上直播，她经常在网上分享她的兴趣爱好。我看过几次，她
他展现给外人的都是阳光灿烂的一面，从来不说家里的那些糟心事儿。可就算这样，刘斌还是没有放过他。你回来了啊？怎么了？没事儿。啊？怎么了？没事儿，真没事儿。我看看。真没事儿。你看看。你们去给我接。我有点事儿，我先下了。整天不顾正业的东西。爸啊，不是这样的。什么玩意儿这是？不是这样的。干什么呢这是？你这都是什么？我就知道你考不上清北大学，你根本就没把心思放在学习上。不是。这都是什么啊？这都是什么？爸，我错了，爸，我错了，我不敢，我错了，不敢。我告诉你啊，没有我同意，你一辈子不能离开这个屋。有必要吗？这是我的家，我说的算，不愿待你可以滚。我早就受不了你了。我没求你啊，你现在就可以走啊，滚！这个家，我再也受不了了。好，走吧，走吧，走。所以您对这些指控，全都是否认的，对吗？我没啥可承认的呀。你这样，你问刘丽丽行吧？刘丽丽现在的情况不能问这么刺激的问题。二位警官，所以我把我知道的我都跟你说了，说的都是实话，没了，就这些。行，谢谢您配合。他就是那样，什么都是别人的错，问多了就发表打人。对丽丽也是一样，他控制她，监视她，查她的手机、电脑，禁止她跟同龄人来往。他就是一心想占有丽丽。丽丽后来就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，什么都不跟我说。我看孩子就是受欺负了，他不敢说。孩子引到死里，那是人能干出来的事情吗？陈女士，我需要跟你确认一下，你亲眼看见过刘斌猥亵刘丽丽吗？他做出那种事情，怎么会当着我的面？自从我离开家，就更加什么都不知道了。这是我烧好的炭盆，还有我的窗也是封好的，门也封上了。这都什么事儿啊？上门询问，回来上一个。关键是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但刘斌的反驳没有一句站得住脚啊。但是当事人刘丽丽什么都没承认。他敢说吗？你瞧他那受伤的样子，一看就是被吓惯的。说实话呀，他没疯已经很不错了。亲人做出这种事情，谁受得了？但我并不认为刘斌猥亵过刘丽丽。是吗？陈平说的头头是道，但他从来没有亲眼目睹过刘斌猥亵刘丽丽。要想证实刘斌性侵过刘丽丽，我们需要实质性的证据。怎么着？刘斌在犯罪方面已经是老手了，肯定不会留下任何证据。再说了，性侵案一旦过了取证时间，再想搜寻证据，真的不容易。
你怎么看？我认为刘丽丽直播自杀是一种无力的控诉，这种事情难以启齿，但足以击溃一个少女的内心世界。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一个少女的人生。这个案件，不管是从伦理上还是法理上，都是一个无法容忍的恶性案件。我们一定要查到底。欢迎秦明回来，走一个，走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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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哥，好，坐下吃吧，坐下吃吧啊！吃什么？吃什么啊？好，来来来。嗯，去啊！我跟你讲，今天晚上接风宴的主人公可是你，你一个人怎么躲在这里吃面啊？安排的人是你，吃的最多的也是你，笑得最大声的还是你。我呢，不过就是一个符号而已。这样的接风宴其实和追悼会没什么区别，我就是一个主题而已。你这么说话是不是有点太不知好歹了？谢谢。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和我说？你觉得这里的生活怎么样啊？你觉得这里的人怎么样啊？哟，聊什么呢？不能听啊！你不是都听到了？在这干嘛呢你？剥橘子。你呢？刚刚说这里人怎么样，什么意思啊？这里的人怎么样的意思呢？就是，林涛怎么样啊？李队怎么样啊？我怎么样啊？算了，我不想知道。哎，干嘛呀？你没看到他是包给我的吗？我来了才包，什么叫包给你？林涛，你有病吧？就是包给我的。放心吧，舅舅，我已经到了，入职手续已经办好了。嗯。斗门阵，我一定来过这里，我一定会把鸡找回来的。其实你想要的答案，我们可以直接告诉你。这是你们看到的答案，我想要找的是原本就在我脑子里属于我的答案。我想要问的问题，除了我自己，没人可以回答。秦别，你首先是一个法医，是要讲究证据为先，而不能被脑子里面那些胡乱的回忆影响，知道吗？有人给我寄了这个。删除键，我觉得这个删除键和我妈妈的死有很大的关系。答案呢，就在斗门镇。根据直觉。直觉是大脑神经系统的副产品，不会100%正确，所以还是证据为先。我明白，但无论我的直觉是对是错，我都想去证明。他
他这个人吧，挺冷的，对什么事情好像都不关心，冷淡却又不冷漠。他孤傲又拽的样子，往人群中一站就很特别。这是有感觉了呀？那我不知道，反正每一次我站在他旁边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心砰砰直跳，特别慌张。以后啊，你这种话别跟我说了，我鸡皮疙瘩掉一地。要不这样，你去问问他，对你有没有感觉？我才不问他。问就问呗，这有什么的？追求真相本来就是我的工作，这有什么可怕的？兄弟，兄，有事吗？呀，我有些话必须得告诉你。你能留在我们斗门镇，我是真的高兴。你是我兄弟，这话我可是说过了。但是呢，我又特别不高兴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以为我是 super star， 结果你是。我以为所有人都在关注我，结果在关注你。我不服，我告诉你，我不服。我总有一天会超过你，让所有人对我刮目相看。你信不信？我不信。不信就不信，我自己信就行。最后，欢迎你，兄弟。够了，帅。谢谢。真帅。还好没冲动，要不然就尴尬了。师傅，外卖好了。师傅，外卖好了。谢谢。甭顾手说，有烦心事儿啊？齐了没有？齐了啊！别介意啊，我这人就这样，自来熟。没事。扫码关注我微博，回头吃饭我给你打8折。得嘞。好，多少钱？20。打折了吗？打了。行，常来关顾啊。保守啊。去哪儿啊？城郊护城河附近，我给您指路。哎呦，你那地儿有点远啊。我有点急事，拜托了，我给您交点钱。行吧，加钱走。到了。是这儿吗？哎，没给钱呢，哥们儿，没给钱呢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么点钱，至于吗，哥们儿？这样。怎么样？问了没有？没问，我不知道问了以后要怎么办。那他要说是我的话怎么办？他要说不是我，我更不知道怎么办了。你可真是急死我了！你就直接问呗，那是或不是？他说完你掉头就走，你让他好好琢磨一下。
怎么了？我觉得有时候闺蜜之间的信任挺可怕的。为什么？我居然让你在这件事上帮我出主意。虽然我离过婚，但总比有些人到现在都没有谈过恋爱强吧？哎，九表姐，11表姐，干嘛？你今天黑眼圈有点重啊，怎么跟个熊猫似的？他失眠不可以吗？行，当然行。这失眠了肯定是有心事啊，跟我说说呗，说说嘛。怎么没叫我一起上班啊？我忘记了。你妈妈给你做的早餐，让我帮你带回来。谢谢。你今天匡州色素怎么这么重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看这边啊，哪那么多问题啊？我昨天晚上没睡好。脸还很红，呼吸急促，生病了？没有。哦，是我。什么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发现刘斌尸体。什么？刘斌死了？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龙帆市郊区布景河附近，距市区有1小时左右的车程。就在不久前，确认是刘斌吗？确认了。发现一具男尸。现场围观群众太多了，马上疏散。领导，过去帮忙。是。正好我有事跟你说一下。去那边说。走走走。口鼻腔有蕈状泡沫，眼睑有出血点，支架子轻，窒息特征明显。口腔和颈部未见损伤，胸腹腔有膨隆，口鼻内可见泥沙。从尸表检验上来看，溺死特征明显，符合生前入水、溺水死亡，不是死后抛尸入水。这个人是不是畏罪自杀了？哎，你干什么的？请出去。我是法医，这个女孩的直播我看过，说是被生父侵犯，现在嫌疑犯溺水而亡，还是生前入水，我的推断很合理啊。是法医也不行，这是你的辖区吗？这是你的案子吗？你怎么知道不是？如果是呢？那你是？我是新来报道的法医，随时可以开始工作。叫我黄汉就行。黄汉，瞎推断什么呀？干好你的工作，这不是你的活。哦，这又是谁啊？彪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师傅张彪。我在河对岸发现了他的出租车，他的个人物品都在车里，没有被偷盗的征象，所以排除了因财劫杀的可能性。溺死多见于意外和自杀，罕见于他杀，有没有可能是意外溺死呢？打捞的同事说，这一片区域水下基本上都是水草，一旦被缠上，凶多吉少。前几年就有2个人在这里夜游溺死了。意外溺死的可能性并不大。刘斌穿戴整齐，很显然并不是下河游泳。要说是他杀的话，那就是凶手推他下河，那也不一定会被淹死。这个凶手未免也太蠢了。除非我们在现场可以找到第三者的痕迹，否则，我觉得有另外一种可能。你就是秦明啊？老陈很欣赏你，说说你的推论。寻死自杀，很有可能是被水草缠住之后溺毙的。但我问过打捞队同事，他们当时过于专注，一心想着把尸体给运上来，不记得身上是否有水草缠着。我觉得秦明说的对，受父性侵案搞这么大，一般人很难承受这种程度的网络舆论压力吧。刘斌坐过牢，积极参与过劳动改造，有回归社会好好生活的愿望，所以我觉得吧，他不是那种被人说2句就要寻死的男人。这死亡方式
无论是自杀、他杀还是意外，我们尸检台上见吧。目前情况怎么样？车上的行车记录仪不见了。对了，报案的那个老头说他天天来这钓鱼，根本就没看见过那刘斌。那要这么说的话，刘斌来到这片区域就属于一个偶然突发性事件。所以有可能嫌疑人是以乘客的身份让刘斌带到此处，再行凶。行凶之后，顺便带走了记录他身份的行车记录仪。调取全市所有的监控，锁定刘斌的出租车，不能放过任何能查找到嫌疑人的细节。收到。另外，信管部门发来信息，刘丽丽直播自杀时发评论带节奏的小马甲，我们已经锁定了注册用户的手机号。太好了，你跟老赵一起去。哎，走吧。哎呀，回来了啊！啊，主任啊，你们两个去现场了啊？行，人都到齐了。那咱们就互相介绍一下，认识一下。另外呢，还要了解一下咱们这个部门的职责以及发展的方向，算是一个早会吧。那恭喜主任啊，终于不用再对着我一个人训话了啊。好，那我有事先走，你们忙你们的。那我们大家先了解一下吧。既然要熟悉，就在解剖台上熟悉吧。干的就是这行。我同意。案件资料大家都看过了吧？开始吧。我叫黄爱，安然。逝者安息，生者愤然。内脏有淤血症状，左右心脏内心血颜色不一致，肺水肿有粘发感。溺死死者吸入大量液体，肺泡内充满液体，用手揉搓，感觉就像是在揉搓一缕头发。这种情况就叫做粘发感。再加上肺叶间的肺泡破裂而形成的片状出血，即为溺死斑，是因为溺死而产生的脏器改变的重要特征。在他的出租车内发现了治疗冠心病的药物。刘斌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病史，很显然，他并不是死于冠心病。气管内有泥沙、水草。缓缓，提取死者肺、肝、肾内的硅藻样物，与现场水样硅藻做对比。明白。胃内有大量的溺液，水从死者口鼻灌入死者体内，胃充盈。经过微波消解、真空吸附过后，发现死者脏器内有硅藻成分，与现场水样硅藻一致，可以判定他是在河里溺亡的。问题是，他是怎么溺亡的？颈部和枕部有皮下出血情况，一般这种部位受伤不会造成受害人昏迷，通常只有头部损伤才会昏迷，或者是神经元性休克。头皮上有尸斑掩盖，所以没有办法辨别有没有受伤。头部、枕部有皮内出血，属于轻微损伤，但不太可能致晕。我认为神经性休克的可能性更大。会阴部有细微变色，但是不明显。看到了，通过酒精的挥发使皮肤水分丢失，皮肤变薄，看到损伤。睾丸也有损伤，有出血，有生活反应，是生前损伤。
也就是说，死者是被一个表面光滑、质地柔韧的物体攻击了会阴部，导致暂时性休克。比如说，徒手伤，有人用拳脚攻击了死者的会阴部。会阴部神经丰富，一旦受击，容易导致心率变慢、血压降低，从而突发性晕厥。严重呢，甚至可以导致意致死。不过这是极小概率事件，但这也就可以解释了为什么死者是以无意识的状态入水的。对，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能性。现在提取死者的心脏做病理学检验。如果像你们所怀疑的受负心经真实存在的话，那么最恨刘斌的人就是刘丽丽，没错吧？性侵的真实性没有证据佐证，一切以此为推论的想法都是谬论。那2处出血和刘斌的死亡没有直接的关系，缺乏想象力。什么？死者头皮出现皮下出血，阴囊有肿胀，这些都是受外力攻击导致。皮下出血的特征呢，其实并不明显。你们看这2处，其实这并不是尸斑，原因是这2处的出血形成与刘斌的死亡时间相对来说比较接近。皮下出血的转轨过程是有固定时间的，起初不会在皮肤表面上呈现，最终会在皮肤上呈现。开始是紫色，随着出血逐渐被吸收，含铁血黄素的形成，皮下出血可能会变成青紫色、青色、黄绿色，甚至是黄褐色。厉害啊！你继续。我们现在可以基本断定刘斌的死因是溺死，但奇怪的是，他的双手并没有抓握泥沙或者水草这样的求生反应，所以可以推断他是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入水的。死者遇袭后有可能出现神经抑制的情况下溺毙，所以基本可以断定刘斌是被人攻击后然后掉入水中死亡的。难道是他杀？刘斌遭有袭击后，体力不支落水身亡，心脏病发落水身亡，失足落水身亡，甚至是落水后瞬间昏迷。哪一条证据能证明死者一定是被行凶者扔进河内的？不能证明，就不能确定这是一桩谋杀案。我们唯一能证明的就是刘斌在落水前遭遇过不法侵害，没错吧？大胆推测，小心求证，要不然就只能看到表象。表象对案件的帮助并不大。作为法医，只能提出有证据佐证的观点，先入为主是法医的大敌。胃部的情况如何？胃内容充盈，使蜜刚推进到12指肠，所以刘斌应该是在进食2小时之内遇害的。胃里面没有酒精成分。黄安，准备一下，把组织样本送到毒物检验部门去化验。好嘞，师傅。彪哥就是这样，直来直去的，你别介意。你有没有注意到死者受伤的部位？右枕部还有右颈部，都是右侧。秦明，你和黄安先进去吧，我跟彪哥说几句话。彪哥，你知道谁坐在里边？你是想跟我说李强在里边是吧？你知道啊？那他知道你来了吗？我们部门好像不归他管。这2位是省厅调过来的新同事，和我们建立了新的法医小组。这位是张彪，彪哥；那位是环环。鼓什么掌啊？案子破了吗？看戏呢？我们开始吧。李队，毒物化验2天后出结果，死者心脏病理学检测报告明天可以出。刘斌的手机正在打捞当中，打捞队的同事说了，就算不吃不睡，也要尽快找到。买点吃的给大伙送过去。小马甲的情况，
大家都知道，主播平台的用户账号是要通过实名注册的。我们锁定了购卡人的身份信息，对方是一个外卖员。刘姐啊，你有没有注册过一个叫小马甲的直播账号？某啊，某啊。那你注册过一个尾号是6435的手机号吗？真没有啊，也没有啊。哦，对，我1个月前身份证丢了。我这每天东奔西跑的赶时间，这脑袋里面啊就想着客人的订单。哎，2位警官，是不是有人拿我身份证干坏事了？本月24日早上9点到9点半，你在哪儿啊？24号9点，啊，就在这儿。再仔细想想。哎呀，错不了。我跟你说啊，那天早上客人临时把订单取消了，这老板啊就把面送我吃了，要不然我哪有时间吃早餐啊？这老板可以给我作证的。当时有用手机看直播吗？我哪有时间看直播呀？等订单还来不及呢。你好，23号订单好了。哎，好，谢谢啊，警官。经过我查证，没事，我着急送外卖。他在1个月前丢失过身份证，而且本人和刘丽丽并没有任何的交集。在刘丽丽直播时，他也没有使用过手机，在他的手机和电脑上也没有找到主播平台的相关记录，所以基本上可以将此人排除嫌疑。至于小马甲所用的手机，我们最后定位到手机出现的位置是在华东商业区的一个垃圾桶里。这一批垃圾呢，已经被运到了垃圾处理站，并且被碾碎焚烧了。也就是说，有人用他人的身份证注册了小马甲，然后在刘丽丽的直播间里带节奏，并且销毁了证据。对的。他在刘丽丽的直播中针对刘丽丽父女，说明这家伙是有备而来的。死者在昏迷的情况下溺毙，而且生前曾被人殴打过。行凶者攻击了刘斌的下体、右枕部和右颈部，除非他是在后面攻击的刘斌，否则这个嫌疑人就是左撇子。刚才怎么没有说？如果你再能多待1分钟的话，应该就能知道。不用解释，有的人就是不听别人说话，还要问别人原因。要补充吗？刘斌遇害死亡和刘丽丽直播自杀是同一天，时间这么巧，我是怀疑这2件事情可能存在什么样的联系。此案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是他杀，但是疑点重重。从法医尸体检查鉴定书上来看，死者入水死亡前曾遭受过殴打，所以此案我们开始立案侦查。李队，刘丽丽马上来认尸了。好，散会。师傅啊，他好有气场，连你都不敢说话。老万，我告诉你啊，做女人就应该有做女人的样子。像这种女人，娶了也得离。我就有女人的样子。经过尸检，我们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刘斌落水前遭遇了非法对待。丽丽，你的心情我能理解，但不管怎么样，他毕竟是你父亲。我希望你可以帮助我们，帮助你父亲抓到真正的凶手。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是我们不急，你们好好休息一下，对不起。我爸没有碰过我，我有男朋友。对不起。丽丽，经过我们调查，你父亲刘斌有可能是被人谋杀。你的证词对我们非常重要，我希望你对我们不要再有隐瞒，告诉我们事情的真相。刘斌到底有没有侵犯过你？没有，我爸从来没有碰过我。那你上次去医院做检查时，那天
我和我男朋友在酒店开了钟点房，当天晚上我就回宿舍了。回去之后，我换了好几片卫生巾，都止不住血，我害怕了。后来还好有小雨老师把我送进医院。上次我们上门询问，你为什么不直接和我们说清楚？我恨我爸，更怕他。如果让他知道我和我男朋友做了那种事情，他肯定会把我关起来。我甚至不敢让他知道我有男朋友。你父亲回来以后，对你的生活是不是影响挺大的？嗯。从他回来的第一天开始，我们一家人都在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可实际上，一切都变了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。丽丽，你爸他刚回来。哦，你看，爸给你拿什么了？这是你小时候最喜欢的小熊熊。我早就不玩玩具熊了。我今年16岁。对，咱们长大了，不玩了。那个，爸找到了新工作，开出租车。以后你上下学，我就可以去接你了。不用了，爸，我早就习惯了。丽丽，爸以前陪你少，从今天开始，爸争取每天都陪你啊。丽丽，拿这个，爸忘了，每天要喝牛奶。班上有几个同学知道我爸坐过牢，记着了没有？那段时间，谢谢爸。我成了班里议论的焦点，每天要喝啊。没有人愿意和我说话，他们都躲着我。我爸的过去对我的影响超乎想象，我的成绩也一落千丈了，尤其是在高3后半学年的一次家长会后。你说那个刘丽丽的爸爸还坐过牢？啊，去年刚出来，成绩要挺厉害的。一个劳改犯能教育什么好孩子？你给我离他远点啊！你妈说的对啊，爸，你必须跟他保持距离。爸，说什么呢？你，我就是刘丽丽她爸爸，这就刘丽丽。我告诉你们啊，我确实是坐过牢，但是刘丽丽可是个好孩子，听懂了吗？好什么呀？都吓着孩子了。我们也没说什么呀。算了吧。我告诉你们啊，如果以后再说这乱七八糟的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哎，你给我站住！别说了，一个劳改犯，咱惹他干嘛？从那之后，我爸对我就更严厉了。你自己说，为什么考得这么差？我没发挥好，老师说了，我比上次还高出10多分呢。你就多出几十分，你也考不上清北大学。爸以前蹲监狱就是因为没文化，别人说啥就是啥，所以你必须要考上清北大学，你要成为咱们刘家的骄傲。那万一就是考不上呢？考不上就继续考，直到考上算。来，我今天不出摊啊，坐这儿，我陪你去，把书包打开。后来，他对我的要求越来越高，连休息一会儿都不让。一旦被他发现，他就会惩罚我，打我，骂我，就好像我永远是那个长不大的孩子，而我妈，她什么都帮不了我。孩子都17、18了，你还让他罚跪，这一跪都2个多小时了，你就让他歇会儿吧。让他长大跟你一样，
就这几年我不在家，你看你给他惯成什么样了？该干啥干啥去。我真的不明白，我爸到底是爱我，还是恨我？我也不明白，我到底为什么要活着？从那时候，我就开始自虐。所以，你伪造大学录取通知书，也是因为你父亲。我不敢让他失望，我害怕。胆战心惊的度过高三，不出所料，高考我考砸了。龙帆市的职业技工学校，连本科都不是。后来我找人伪造了清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拿到通知书的那一天，是我印象里我爸回来之后，我们一家人唯一快乐的一天。他们一点怀疑都没有，尤其是我爸，就好像考上清北大学是顺理成章的事儿。后来呢？后来，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开始了。我男朋友高考失败之后，背着他妈玩起了乐队，在龙帆市的地下乐队圈闯出了好一番名堂。我上了大学之后，经常翘课去看他演出，我们的感情越来越好。我终于可以自由地逛街、化妆，尽情地谈恋爱。他还鼓励我做直播，在网上分享自己的生活。他和很多男生都不一样，他是真的希望我快乐。那段自由的日子，让我对世界的看法全变了。原来，人生可以这么美好，这么有趣。直到你父亲发现你欺骗了他。爱你们，谢谢。我有点事儿，我先下了。整天不顾正业的东西。放开！我告诉你啊，没我同意，你一辈子不能离开这个屋。爸，你要干什么？爸，我是你爸，我对你做什么都是理所应当的。你给我站起来，站起来！他关了我1个星期，无论我说什么、做什么，他都不放我出门。我实在忍不了了，我不明白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在那个家里，我只会逐渐的发愁、腐烂。我恨他们，我恨我爸的暴力控制，恨我妈的舒适无度。但我直播自杀，只是想让网络舆论给我爸施加压力。我没有想过这样会害死他。如果我爸还在监狱里就好了，这样他就不会死，我也不会变得这么痛苦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正面的和你爸聊聊自己的想法？没有人能改变他的看法。一路都活在偏见之下，刘丽丽真是个可怜又敏感的孩子。那个在直播间里乱喷的小马甲，其实就是利用了网友对刘斌坐过牢的偏见，将舆论推向了受迫性侵的方向。我们也被误导了，尤其是在陈平的指认之下。李队调查过陈平，他确实没有嫌疑。他对刘斌有着深深的恶意，
将他所有的行为都罪恶化了。这又能怪谁呢？是啊，这又能怪谁呢？停。人脸识别的话，能够找到这个人吗？问题不大，需要些时间。行，麻烦帮我打印一下。好的。费尽千辛万苦，大海里还真捞出了这。所以刘斌手机找到了。恢复手机内容呢，需要一段时间。指纹呢，今天晚上就可以出来。你那边情况怎么样？刘斌出租车上的乘客身份信息已经查明了。徐江，38岁，无业。从个人记录上来看，和陈平、刘斌并没有交集。这好说，请他到局里来坐坐。是。你小的时候最喜欢的小熊熊，我早就不玩玩具熊了。丽丽，什么事？你爸走了，我想，我们还像以前那样，我搬回来。我不用了，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你把我丢了，现在还回来干嘛？我一个人可以过得很好。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，可你爸已经走了。其实，这对我们来说也算是一种解脱，至少可以踏实过日子了呀，是吧？他毕竟是我爸，人都死了，你还要说这种话？你走吧，我说过，我不需要他。我现在告诉你，我也不需要你。我还有些东西在柜子里，那我就不帮你收了。收拾完你就走。保安，你帮我倒杯咖啡。OK。秦明老师，我能不能借点热水啊？谢谢。以后叫我秦明就行。秦明，那个巨人观的卷宗我看过了，抽丝剥茧，关键证据一个都没漏，你太厉害了。师傅，咖啡好了。请。欢欢啊，我还是喝茶吧。哦。咦，哎，
别这么客气，叫我安然就可以了。清明，我们领导说啊，彪哥的容貌复原技术在全国可是排得上名次的。都在啊，请各位来我们刑侦这边做个线索汇总。哎，对了，以后如果想喝咖啡的话，随时用。安然，我有一个疑惑，是不是好的法医都那么有个性啊？我觉得我也得改变一下了吧。你不用改变啊，我觉得你这样挺可爱的。走吧，去做线索汇总。欢，哦，你好。你好，我叫林涛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当然记得了，这么帅小哥哥怎么会忘呢？我帅啊，当然帅了，但你在我心里呢只能排第3，第1是我师傅，第2是秦明，你是第3位，很不错了，特别棒。我没彪哥帅，没秦明帅。关于刘斌的尸检报告，还有陈平、刘丽丽母女的口供，大家有什么想法？其实我还挺同情刘丽丽的。一个借爱之名行控制欲的父亲，这些年刘丽丽应该过得很痛苦吧？刘丽丽至少还没有死，在检验之前收起你们的怜悯心。关于嫌疑人，我建议用排除法。首先可以排除的是刘丽丽，一个宁愿伤害自己也不敢直面自己父亲的人。我觉得父亲对他来说就好像是一个怪物，他害怕刘斌，不敢面对刘斌。逃离失败之后呢，想要摆脱刘斌，那只能想到其他的办法，比如杀人。